要自动 evaluate， 这些东西是现在测试研究根本没解决的问题，因为你的以前都是 offline， 对不对？我开发一个新release， 我来去检验自动化程度怎么样，人类可以自动，关起门来去自动化，但是现在你是在 online 哦。online 现在你说我要弄个新的 software， 直接 connect， 我下一个 release 改一下，我要 bundle 到另外一个 software， 你要 make sure it work， make sure right， 对不对？所以它有 dynamic feature、dynamic validation、dynamic integration、dynamic evaluation， 这些 feature 是现在测试工具根本没办法做到，所以它需要新的 research 来做这件事情。OK， 新的 research 来做事。我们在过去有做了一堆事情，但是还没来得及写，因为这个要到一定程度才能写。好，这边 challenge 部件做 component 测试自动化，在过去我们在写书的时候有这几个 category， 我给你 summarize。这个部分大部分的系统已经做到，执行大部分的也 OK， 但是执行最大的问题在什么？现在所有的黑盒子都不 claim 它 support 部件，它唯一可以 claim 我 support 一个 program，OK， 或者你拿一个 class， 像 NetBeans 这种拿一个 class， 然后你用 Java 加那个 Java 接 unit 或接 test， 它可以去 run 一下白盒子，可以帮你做过去。但是你如果换一个部件，它 API 它就不 work， 所以你要去写那个出来。所以它最大的问题面临到就是 API 的问题。你换不同部件 ，API 就不一样嘛，你没办法，你同样专门一个人去写，再去写个 script，OK， 所以这个部分呢，实际上一定要有一套办法，就是做 plugin、play and test， 要有这样一个环境才行。所以我不管你什么部件，拿来 plugin、run、test， 检查结果 ，OK。这个部分呢，在过去我们已经从2002年开始做这个，已经做了不少的 work， 也 publish 了不少。那基本的思路，在这个部分主要是讲部件本身，一个要 address 它可测性问题，第二个是在 API 上面做，这是要学 hardware， 学 hardware 就是说我给的 test interface 是标准的 interface， 我不能说你不同的部件我就用不同的办法去 deal with 测试工具，不行，测试工具跟部件一定要共享同一个标准化的测试 interface， 这样就比较容易做。所以我们是用这个思路，标准化的测试 interface 跟工具和所有的部件，所以你不管什么部件我都可以测。OK， 这个 concept 在过去已经大家接受了，这个 concept。但是还有很多问题啊，还有很多我们后面的测试生成一样，黑盒子一样，生成很少。现在可以做的是 API based 生成，因为我们过去也做过这个事情。再一个呢是分析 coverage， 那在过去我们有做过一些 coverage， 除了传统的黑盒子、白盒子，我们也做了 API 的 coverage。那除了 API 以外，还有一个 coverage， 就是我们叫 reuse context， 就是你这个部件。我在这个新的 project run， 跟我在另外一个 project run， 它的 context 不一样，会造成不一样的后果。所以我这个覆盖率怎么算的问题，这是另外一个。这个过去我们有做过一些，但是呢，还没有完全解决问题。这样讲。performance 过去我们做了，我们也发表了几篇 paper。主要的讲法就是说，现有的部件产生以后，它不能马上 measure， 因为我们希望的是说。你部件产生不光是一个 module， 也是可以自动 measure 的一个部件，希望是这样。所以你希望一个环境是 plugin、run and measure， 希望有这样一个环境。那后来我们做了几个 consulting project， 基本上这个 industry buy 这个 concept， 所以说可以这样做一个 plugin、run and measure 的 environment。所以你的部件里面要做文章，然后统一的标准化来 support performance 和 non-function test，OK， 所以这个 concept 跟这个 concept 类似，跟这个前面的有点类似，无非是一个是支持功能测试，一个是支持这个
API 测试，再一个就是知识 performance 测试，所以这两个不太一样。最后这个重测部分现在实际上还是问题，原因就是说你一个部件改了，可能是 API 改，可能是 logic 改，不管怎么改法，它可能是 business process level， 有可能是 application level， 有可能是部件一个层面，所以它可能影响不是光影响一个部件，它影响整个的系统。所以在你改了一个东西以后，整个在系统层面的重测出现一个大的question，你要告诉我该怎么重测，我不可能所有都重走一遍。我系统重测的话，可能几千个、几万个测试用例和测试 script， 我现给你一个星期，你怎么做？做不起来。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一直在研究，基本上有一个想法。好，那我们现在大概 summarize 一下，我大概还有10分钟 summarize。几种 approach 面临了什么问题？一个是模型 base， 模型 base 基本上的想法是这样，就是说我在做测试的时候，我都要有一个模型起家，所有的软件用模型来建立作为我的测试模型，用模型来建立我的覆盖率 criteria， 用模型来生成我的测试 script test case test data， 用模型来控制我的测试运行，最后当然还是用模型来检验我的覆盖率，用模型来做我的 planning， 所以 everything 用模型才是正确的 model based test。 但是 so far 大家 popular 讲的还是在 model 执行部分。我给你看一下哈，这个是我们上次写的这个时候里面放的一个，现在基本上讲的就是为了生成，基本上现在讲的就是一个是生成部分，然后用生成出来的东西执行，然后来检验。就我现在的看见，模型 base 的测试自动化应该 every step 我们刚才写那个 scope 都是应该有模型的，这样做才是真正的模型 base。 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各个 team 要求不一样，它的能力也不一样，所以做模型测试自动化难度要比一般的测试自动化难度要高。原因是什么？你对工程师的要求要高，因为你做建模这个部分本来就不是容易的事情， model establish 不是简单的事情。因为我在过去2年一直是在 consulting， 就是华为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做 model based test， 他们有碰到很多的问题，所以他们一开始太核心了，想要 everything 都要建模，后来发现大部分经理更不懂怎么建模，这是碰到大钉子。所以实际上真正的需要并不是要建立很多模型，而是说你要选择存在的模型，很多存在的模型可以用的。很可惜大部分的工程师从来没有 training， 不懂到底有多少模型，他都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他不知道怎么样选择模型，然后加以使用，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问题就是在过去呢，我们在另外这个 paper OMG 的 paper 里面已经讲，它有很多的 model based tool 已经存在，有的在卖了，有的是 commercial product。 很可惜啊，它 model based tool 基本上就是现在几个 model state machine 状态机嘛，要不就 scenario model， 对不对？要不就 syntax model， 就这几种，大部分都是用这几种。但是距离实际应用有很大的距离，因为他们的 focus 始终还是在生成，但是很多生成需要的不是光是一个 syntax， 也不是光是一个状态，需要的是一个 context 东西，需要的 domain knowledge， 这个部分没办法，因为它的 model 都是在架构，在 behavior 上面，不是在 domain， 所以你需要的更多的是在 domain， 我举个例子，如果你说我现在有一个 network management system， 我要做